一觉醒来，我成了一个小小县令，突然被人叫醒。老爷，该宣判了。我一个机灵，猛地睁开眼，看着眼前场景，目瞪口呆。卧槽，这怎么回事？正堂下面，一须发皆白的老翁，旁边是一个小姑娘，另外一边却站着肥头大脸的中年人。我不是在通宵码字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穿越了？老爷，张大官人还等着呢，您快宣判吧。突然，嗡的一下，一股记忆如潮水般狂涌而来，冲进我的脑袋。原来这个县令被百姓唾骂，这县衙里的事情基本都是眼前中年人说了算，原主好吃懒做，事事都要指望着这个师爷们。突然脑海里传来一个声音：恭喜宿主绑定飞黄腾达系统，宿主秦风，官职县令，品级7品，新手任务已激活，公正判决一次案件，成功奖励新手大礼包1份，失败惩罚当场嗝屁。我扫了一眼，这失败惩罚这么狠，不就是公正判案吗？本官方才没有听清楚，尔等把案情再给我陈述一遍。大人，您别开玩笑了，刚才我不是都说了一遍了吗？本官的话你听不明白吗？让你再说一遍。那小的就再陈述一遍。本案李老汉为原告，说自己带孙女在外卖家传宝玉，被张大官人哄骗回家，不仅拿了宝玉不给钱，还要强抢李老汉的孙女，状告张大官人。张大官人辩护说，宝玉本来就是自己的，是李老汉卖孙女，张大官人以宝玉相许，却被李老汉耍了。原来如此，那依你之见怎么办？依小人之见，是李老汉诬告张大官人，李老汉和他孙女形貌如同乞丐，如此之人，岂会有什么家传宝玉要卖？大人，快判吧！家务催促一句，从袖子里拿出一张100两银票，悄悄塞给我。本官还要斟酌斟酌。县衙门外早就聚集了无数的百姓。这秦狗平日不是家务说什么就是什么吗？今天难不成转性了，要好好断案？秦狗素来贪得无厌，和那家师爷沆瀣一气，你指望畜生能转性？百姓们议论纷纷，嘴里对我没一句好话。家务见我犹豫不决，漫步走到张大官人身边。秦大人怕是嫌500两太少了，那块玉怎么的也值2000两，你再拿500两，还要李老汉把孙女送你，你也是赚的。家务见张大官人答应后，便跑到我面前说道：大人您瞧，张大官人多会做人，快判吧！你若是不按我说的判，我就把你贪赃枉法的事情告上去，叫你立刻丢了这乌纱。你把张大官人叫到侧厅说话，我有话要说。家务以为我是要就范，嘿嘿一笑：是，大人。秦大人，张大官人诚心可见，足1000两，还望大人快点给个公断。1000两银子足够了，只不过这衙门内外人多眼杂，前日来了公文钦差各地巡查，这要是查到咱们这儿，我乌纱难保啊。大人放心，往后再有这种事情，小人一定注意暗中行动。今日好办，劳烦张大官人给写张字据，就说这银钱是捐给衙门，到时候钦差真的到了，也好佐证。张大官人很快答应了下来，想快点把李老汉的孙女领回家。经大人审理，李老汉乃是诬告，骗取张大官人宝玉在先，打伤张家人在后，杖责30，另将李老汉的孙女小月赔给张大官人为奴婢。家务话音刚落，我直接当场怒斥：一派胡言！本官还未审理，你一个师爷怎敢宣判？你且退开，待本官公正审理。李老汉，我问你，你口中的家传宝玉，如今现在何处？李老汉不明所以，但还是将玉佩给了我。我将那玉佩拿在手中，翻来覆去的看了一番之后，问堂下2人：李老汉、张大官人，既然你们2位都说这宝玉是自己的，想必对这玉佩极为熟悉。我想问你们，这玉佩一角有几道不可见的裂纹，是怎么来的？张大官人，你先说吧。那是小人把玩之时不小心磕碰的。小人的家传宝玉完美无瑕，并无任何裂纹。案件已经很明显了，这块玉佩其上根本没有什么裂纹，我只是诈称有瑕疵，想要试探一番，大胆刁民，公堂之上竟敢用谎言蒙骗本官，罪不可赦。来人，把张大官人给我拿下，杖责30，立刻行刑。这一番操作真是惊呆众人，连衙门外看热闹的百姓也全都呆住了。这秦狗不对，秦大人今日居然真的公正断案了，我不会是在发梦吧？难道是苍天有眼，让这秦风良心发现了？姓秦的，你收了我1000两银子，还敢让人打我，我要告到巡抚去，告你贪赃枉法。停一下，你方才说本官贪污，收了你1000两银子？不错，你收了我的银子，却不给我办事，我定要去告你。一派胡言！明明是你张大官人要给县衙捐1000两银子，一来用于改善衙门，二来以备灾年赈灾，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。何来贿赂一说？看清楚了，
这里可还有你按的手印呢。秦风，你竟然敢诓骗我！住口！你这刁民，先是捐钱，后又说本官贪污，莫非是想诬告、陷害本官？不过你要实话实说，本官或可减轻你的刑罚，要不然这50杀威棒少不了。我认，我诬告李老汉认了，1000两钱献给衙门的银子，我也认了。你污蔑李老汉，强抢民女，我自然要秉公办事。不过你对县衙的建设如此支持，本官深感欣慰。本次的50大板便暂且存下。不过本官现在只收到了300两，剩余的700两银子，张大官人什么时候送来？大人，小人的确拿了1000两银子，都交给了贾师爷，请大人明察。哦，你交给了贾师爷1000两，那为何师爷却只给了本官300两呢？剩下的700两，莫非被师爷你给昧下了？贾武缓过神来，心想这秦风该不会打算弄我吧？这1000两银子是张大官人捐献给衙门的，你却拿去中饱私囊，贪墨钱财，该当何罪？这1000两银子我早有安排，要拿出300两来奖励给衙役，你却一人贪墨700两，你把本官置于何地？你把为衙门卖命的兄弟们置于何地？我激动非常，义愤填膺，手舞足蹈，痛心疾首，而衙役们却听得两眼放光。贾武，你贪赃枉法，本官现在宣判，重打你100大板，革去你师爷之职，投入大牢，等候10日，发配至边疆做杂役。如今我不但公正判案，还把衙门里这个罪恶狗头师爷给处理了。恭喜宿主完成新手任务，奖励新手大礼包1份，已经发放到系统空间中，请尽快领取。一觉醒来，我成了一个小小县令，系统突然响起：恭喜宿主完成新手任务，奖励新手大礼包1份。由于我公正判案，系统奖励直接来了。我一溜烟跑回房间取出奖励，里面是一本书和一瓶丹药，书的名字是基础武学，药瓶上则写着强身丹。基础武学，这古代治安差，又都没有热武器，在外头碰上危险，谁的拳头大，谁活命的机会就大。练武总是没错的。突然这本书消失了，我的脑海里出现许多武学招式，紧接着看了强身丹的说明。强身丹服用1颗可得1牛之力，总共9颗，每个月限服用1颗，过量服用会导致使用者嗝屁。然后我直接吞下一个强身丹，立刻化作了一股热流，整个人都感觉暖烘烘的。此时牢房之内，师爷贾武却要吵吵的见你。孙大宝，你去告诉那秦风，让他快点把我放了，否则别怪我贾武不客气。贾师爷，您就省省力气吧，3日之后发配了，你还是老实点吧。踏板，你去告诉秦风，我贾武与登州知府贾充乃是同乡，论辈分，知府大人是我爷爷。孙大宝顿时一惊，还有这种事？一溜烟的跑到你的房间。大人，贾武他让我跟您说，马上放了他，说他是当今登州府知府的同乡，论辈分还是知府大人的孙子，让您快点放了他。竟有此事？秦大人，那是不是真的要把他给放了，恢复他的师爷职位？贾武贪赃枉法，本官治他的罪天经地义，岂有收回成命的道理？若是饶了那贾武，百姓们岂不是要把本官看扁了？此事无需再提，3日之后照常发配。王龙不是去抄贾武的家了吗？回来了没有？还没有，前头带路，本官要亲眼看看。10分钟后到了贾武的家里，这装修简直太豪华了。德玛，贾武这混蛋究竟昧下了多少？王龙，你们清点的怎么样了？贾武这私家里藏了不少金银珠宝，还有各种古董、幻术，还给自己的妻子和3房小妾置办了不少价值连城的衣裳首饰。他搜刮来的财富可是您谈的全部，是您积攒财富的数倍。如今才清点了2/3，尚未完全查抄完毕。我接过账册细细一看，统计下来相当于白银5000两，这个数目其实已经不小了。毕竟我这个县官1年的官俸也不过50两而已。可今天这一个案子，张大官人就掏了1000两。贾武在这里当师爷已经有些年头了，现在全家上下才5000两，绝不可能。莫非贾武这狗东西把钱藏起来了？要是如此，还不能把他发配了事，得叫他把这些钱也吐出来。我立刻想到系统给的机制值，似乎真的头脑更加聪明了。搜索清点，把所有财物全都搬到衙门里去，把这些米面全都分给县里的穷困户，这些金银悉数入库，贴出告示，凡本县人士日子过不下去的，可以来领1份救济金。大人，这些都这么分了？就这么分了，谁领了钱都登记造册，哪怕是1文钱都要记得清清楚楚。日后我会查看账册，若有疏漏，为你们试问。你们以前跟着贾武为非作歹，我都知道。现在用人之际，我不与你们计较，但想着从本县身上分赃，也再无可能。本县劝你们打消了这份心思。衙役一听，这怎么能行？跟着贾武还能讨点赏钱的，跟着我以后1两银子捞不到。此刻就有人跳了出来：县爷，这样做不太好吧？您跟那贾武是一路货色，兄弟们为了跟着你，帮着你把贾武给关进了大牢，你却要断我们兄弟的财路，兄弟们可不能答应。那依你们的意思呢？
依我们的意思，这5000两给我们兄弟一人400两分了，剩下的银子1000两银子，县爷您留了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那本官若是拒绝呢？拒绝，那就别管俺们不客气，先叫你尝顿拳头，你就不敢拒绝了。说着，这人就冲我打来，不料我一招直接将其打倒。本官虽然只是极品，却也是朝廷命官，袭击朝廷命官，按律当斩。一众衙役全都被吓坏了，没想到我现在这么能打，这人可是衙役中的狠角色，要不然也不敢跳出来。我这一次彻底把官威立了起来，县衙的布告一出来，就让整个县的穷苦百姓都沸腾了。衙门不光白给米面，对于一些穷困的不行的家庭，居然还发银子。秦大人真是菩萨心肠，这才是父母官。秦大人真的变了，突然感觉他帅了许多。只要我出门，到处都是对我的称赞，百姓们争相打招呼，让我很是受用。3日后到了甲午发配的日子，身为县官，发配甲午也得走个过场。而此时有几个官差走了过来，甲午一看，兴奋大叫起来：“秦风，你完了，想发配我，定我的罪，凭你一个小小的知县也配？我劝你立刻把我放了，再跪在我面前磕几个响头。我甲午大人大量，还能求求我爷爷，让他留你一条狗命。”官差走过来后，手里拿着信封：“你就是宁海知县秦风？不错，正是本官。你是何人？”“我乃是登州府上联士也。”我眼前一亮，就看见那上林头顶突然多出了他的官阶，从7品。我是宁海县县令，乃是正7品，比面前这个家伙高上一点。原来是王大人，你一个小小的从7品，见到本官也敢直呼姓名？放肆！我乃是代表知府大人传话于你，秦风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上林话音没落，我上去就打了一巴掌。你代表知府大人前来又能如何？你是你，不是知府。本官乃是正7品朝廷命官，难不成因为知府大人的原因，你连朝廷都不放在眼里了？上林又傻了，这帽子扣得太大了，不把朝廷放在眼里，借他2个胆子，他也不敢啊。秦大人，我乃是……知道你是谁，来干嘛的？有屁快放！知府大人听闻秦大人要发配甲午，认为事有蹊跷，命下官带来书信一封，希望秦大人能重查此案，还他的晚辈甲午一个清白。我将信打开，仔细读了读，随即脸色立刻变得难看起来。这表情让周围百姓看见了，不由有些担心。糟了，秦大人该不会惹上麻烦了吧？真是想不到，甲午居然跟知府大人还有联系。若不是有知府给他撑腰，这么多年，他岂敢如此欺压鱼肉百姓？百姓们纷纷担心起来，众人都认准了一件事：我今天肯定要认怂了。令他们没想到的是，我缓缓读完了书信，一甩手扔回了上林的脸上。这信上说要我直接把甲午放了，让你带到登州府去调查。正是。知府大人远在登州，来也没来本县一趟，如何得知的本案？又如何判定本案内中有蹊跷？你手中没有文书，只有这一封信件，就想叫我把他放了，让他跟着你走？索木，这可是知府大人的书信，知府大人亲笔啊！你说这是知府大人亲笔，就是知府大人亲笔了。谁知道是不是你和这甲午狼狈为奸，造了封假书信来诈本官？你竟敢伪造文书，假借知府的名义，想救这犯人出逃，该当何罪？秦风，你竟然敢！大胆，还敢直呼本官名讳！你几次3番藐视本官，来人呐，给我打！一觉醒来，我成为了小小县令。此刻我的顶头上司知州派人来，打算从我手中抢走犯人甲午。没办法，我只好装迷的。谁知道你是不是造了封假书信来诈本官？你竟敢伪造文书，假借知府的名义，想救这犯人出逃，该当何罪？住手！我等乃是登州知府府衙官差，有腰牌为证。来人呐，给我拿下他们，把他们控制住腰牌拿来我看。本官要验证真伪，看看这些人是不是冒充的。先打了再说，至于腰牌，全揪下来扔了。日后万一知府找上门来，大不了就说误会了。一众衙役朝那2名官差涌了过去，3下5除2就把他们揍得鼻青脸肿，蹲在了地上。秦大人别打了，下官真的是知府大人的文书。本案证据确凿，并无疑点。这甲午家中也超出了近1万2白银。你没有官方的文书，不知知府大人是否真的知晓此事？信上的要求，本官恕难从命。你若是真的文书，便回去跟知府大人复命。说手续不全，本官不能将犯人移交。秦大人，下官不能这么回去啊，不然在知府大人面前没法交代了。甲午他发配定了，耶稣都留不住他。本官说的。百姓们全都被感染，叽叽喳喳议论了起来。耶稣是谁？谁知道？兴许是甲午的哪个靠山吧。这下甲午真的慌了，眼看我根本不吃知州这套，他可不想真的被发配。秦大人，小人知道错了，但求秦大人恕罪。小人尚有一部分钱财藏了起来，谁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。小人愿意用这些钱来赎罪。
按照本朝律令，的确可以花钱赎罪，那还不快说？贾武立刻将那藏钱的地址偷偷告诉了我。既然你肯出钱，那就不用发配了。来人呐，把贾师爷从囚车上弄下来，把前2天没打完的板子全给本官补上。贾武都傻了，河马，他以为交了钱自己就能被释放了，可我居然还要给他一顿打。半个时辰后，我回到了自己房间。来人呐，上茶。老爷，请喝茶。翠云，你这脸是怎么弄的？启禀大人，奴婢的脸是被刘管家打的。刘管家要奴婢准备热茶，奴婢早晨急着给大人您烧水，于是就晚了几分。刘管家就不高兴，动手打了我。放肆！他也不过是本官雇来的一个下人，怎么能随便打人？你且等着，本官这就去找他，为你主持公道。大人不必了，您要是惩罚了刘管家，只怕他会找奴婢算账。上个月被赶出去的小云，就是因为得罪了管家，被他记恨，冤枉走的，临走还被用了大刑。奴婢不想变成第2个小云。岂有此理，还反了天了！一个师爷，一群衙役都已经被我治过了，想不到还有个刘管家。我刚刚走到院子里，系统声音陡然响起：新任务：清理山匪，任务成功奖励一次性恢复技能1张。怎么突然来任务了？而且还是清理山匪的任务。我正纳闷的时候，王龙急匆匆从外面跑了进来。大人，不好了，刘管家直接到牢里，让人把贾武给放了。混账！他们现在在哪儿？贾武被管家送回家里去了，管家应该快回来了。王龙话音刚落，刘管家刘坑就回来了。我在这儿呢。王龙，你们下去吧，我跟秦大人有话要谈。很快下人们都离开了，整个院子里就只剩的我和刘坑2个人。刘管家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谁给你的权利把贾武给放出来的？都说我们秦大人变了，我原本还不信，如今看来却是真的。莫非你身患绝症，不久于人世，所以什么都不管不顾，想疯狂一把？刘坑，你不用转移话题，你凭什么把贾武放出来？凭什么？你是不是忘了现在是几月了？你不把贾师爷放出来，谁去带兵剿匪？你去吗？我身体的原主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就缩在衙门里面不出门，剿匪这事儿都是贾武一手操作，年年剿匪，怎么年年剿不干净？用脚趾头想都知道这里面有问题，我直接用话扎他。刘坑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以为本官不知道你们的勾当吗？这剿匪之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，若你们每年剿匪得利的钱财里面分我一点，我也不至于和那贾武撕破了脸面。现在你竟敢把他给放出来，就不怕本官将你也拿了？刘坑一听脸色一变，我一直注意着刘坑的神色，看来果然猜对了。本官乃是朝廷命官，在这县衙里面本官最大，你一个小小的管家竟敢对本官不敬，该当何罪？秦大人饶命，这都是那贾武的主意，他不让小的告诉您，想不到您竟然都知道了。怕了，那就把事情老实交代，你自己说出来，本官尚可算你主动认罪，可以从轻处罚。若是要本官口里说出来，哼哼。启禀大人，此事乃是贾师爷想出来的主意。贾师爷命令小人拿了些钱财，去外面找了些真正的山匪接洽，让他们答应合作演戏，然后又让乡绅带头捐钱，发动捐款剿匪的大会。捐来的钱财，乡绅们得原数归还，百姓们捐来的钱则由师爷分账。得想个办法，一次性全都解决了才行。片刻之后，我记上心来。王龙，你过来，你陪着刘管家把被放走的贾师爷请回来。贾师爷，你不是把师爷的职位给撤了吗？既然是剿匪，总得让他去借兵吧。既然本官已经知道了你们的勾当，那分利的时候就得算本官一个。我的计策是先打入敌人内部，取得信任之后，再一网打尽。秦大人，英明，英明啊！半个时辰后，刘坑带着贾武回来了。秦大人，莫非前日的案子您如此对我，就是因为这个？你说呢？大人呐，你说这种事情直接跟我说嘛，咱们好说好商量，何必伤了感情呢？不如此，难解秦某心头之恨呢。也罢，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。县城西侧有一座宅子，上面牌匾上写着胡府2字。这家的主人是本县有名的豪绅，名叫胡来。此刻他正在客厅喝茶，没想到我却走了进来。秦大人怎么有空光临大驾寒舍，也不跟胡某提前说一声？胡大官人，秦某今日来是为了剿匪的事情，本官已经了解过了。往年都是你胡大官人第一个踊跃捐款，分钱的时候你胡大官人拿的最多，所以本官才会第一个来找你。胡来眯起眼睛，盯着我上下打量一番。这2天弄出这么大的动静，我还当你秦风真是转了性，到头来还是跟以前一样。秦大人，此事向来是几个大户一起商量的。你去通知其他几个乡绅，叫他们明日5时到醇香楼雅间来找本官，咱们快刀斩乱麻，将此事定下。说罢，我直接迈步走了出去，没有给他任何思考的机会。
一觉醒来，我成为了小小县令。此刻我正在县里最豪华的酒楼，与本地的乡绅土豪共商大计。这乡绅之中领头的是胡来，家中的二伯是任泰州盐运使，掌管盐运。屈居第二的名叫张顺，已故父亲曾官拜内阁侍读学士，在朝中那也是有些人脉的。那天被打板子的张大官人就是他。众人落座，我直接开口道：“感谢诸位官人，能赏脸过来。”张顺冷哼一声，把头扭向一边，他这身上的伤还没好呢。张大官人，前几日本官为了整治那甲午，叫张大官人受了牵连，还望大官人不要往心里去。不敢，你县太爷多大的官威，我张顺被你打，那还不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我张顺受不起县太爷的道歉。胡来见状，连忙出来打圆场。张大官人，你瞧你，咱们来的时候不是已经商量好了吗？此事接过不谈，秦大人今天可是要给咱们送钱的，跟谁过不去，也别跟钱过不去啊。其他乡绅也纷纷点头。乡绅里面有个不会说话的憨包，名叫李奇，也跟着说道：“打你不也没冤枉了你吗？你坑骗人家李老汉，那是事实啊！”张顺本来都快消气了，听了这句，直接炸毛：“你说什么？你是不是想找死？”你别说话，待会儿出钱就行了。胡来连忙喝退了李奇，其他几个乡绅一副看热闹的样子。我就说别叫李奇过来，到时候让他出钱就行了，非要叫他来，果然出事了吧？我一看这怎么还闹起来了？时间紧着呢。我的计策是从中斡旋，得赶在甲午和管家都回来之前，就把这些乡绅们给坑完，不能耽搁时间。我身上官威一抖，猛地一拍桌子：“诸位，本官请你们过来，可是要谈正事的，不是看你们杂耍来的。诸位要是不给本官面子，要么此事就作罢吧。从今往后，再无剿匪之事。”我直接呵斥众人，令满屋子人都哑火了。这威风，这气场，和之前简直判若两人啊！胡大官人，本官记得交代你，让他们带着银钱过来，你可传过话了？大人，话已带到，不过他们听不听，就不关我的事了。胡来直接掏出一沓厚厚的银票，每一张都是1000两的大额银票。那你们呢？我等自然也带了银票，不过让我等捡钱，可是有条件的。秦大人，往年剿匪那都是甲午安排的，伤匪、借兵、演戏，甲午那是轻车熟路。秦大人能不能演好这场戏？甲午贾师爷多年来都是他带兵，秦大人您常年窝在衙门里，只怕出去剿匪，也没人相信，所以跟贾师爷合作，我等都心里有底。可跟秦大人您合作，我等终究放心不下。还有就是百姓间的那些钱，该如何分配需要重新商定，我等要拿大头。你说什么？你是在跟本官讨价还价？本官给你们发财的机会，你们却想要诚心讹诈本官不成？大人多虑了，我等皆是草民，岂敢了做朝廷命官？那你说你们想要的比例是多少？我等聚在一起研究了一晚上，最佳的比例应该是1比2比7。县爷您拿1成，山匪们拿2成，我等众人总共拿7成。放屁！你们是真把自己当回事了吧？县爷，不少了，本县20万人口，哪怕每人只捐半两银子，那也是10万雪花银。那好吧，便依你们所言，把你们准备好的银票都拿来吧。老百姓1人半两可不行，你们都多拿点出来。本官要跟百姓们说，今年山匪事大，叫他们也多捐点。那是自然。县爷如今青天的名声，百姓皆知，有您出马，别说半两，1人5两银子都不在话下。乡绅们其实根本就不用我说，自己就都准备了些钱财。他们贪呐，我把银票归拢了一下，粗略估算差不多有3万两银子。我转身就准备离开。大人，怎么这就走了？本官好不容易竖起了清廉的金字招牌，在此地不宜久留。只要百姓们认为本官是清官，日后他们就会言听计从，从他们身上捞油水的法子有的是。至于其他，本官早有安排。山人自有妙计，不知秦大人所言巧计是何妙计？本官的计策就是让山匪来县里闹上一闹，如此一来，百姓捐钱肯定是水到渠成。从醇香楼下来却遇到一个问题，从大门出来肯定会被百姓发现，认为我和这些乡绅蛇鼠一窝，好不容易树立的形象可能就毁了。这时同我一起前来的衙役赵毅嘿嘿一笑：“大人请跟我来。”走到了墙角，竟然发现一个洞。你为何知道这里有一个狗洞？你经常来这里？小人没当衙役的时候，吃不饱穿不暖，在醇香楼当过奴工，这就是到如今已经有10多年了。还好这洞还在，咱们就有法子出去。正当这时，系统突然发出了提示：宿主有一次彻查体验机会，是否进行体验？体验。赵毅本名叫王瑞林，也是个苦命人，父亲曾是泰州安县的豪绅，为人心性纯良，不欺压百姓，被他人陷害致死。赵毅可以相信。半个时辰后，我和赵毅回来的衙门。至于怎么回来的，你知道就行，别告诉别人。赵毅，你对事业一职有什么想法没？你愿不愿意当我的左膀右臂？大人既然看得起赵毅，赵毅又怎敢辜负大人？小人愿意。等剿匪之事过后，你就是我的新任师爷兼捕头。我一下子给赵毅安排2个职位，没办法，知根知底的人太少了，必须得培养自己的心腹。
赵毅出去以后，我把贾武和刘管家叫到了自己的房间。本官也要是询问你们二人，你们历年来勾结的山匪团伙什么规模，有多少人，头领是谁，在什么地方找我？贾武是个有心眼的，刘管家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一听我的问题，立刻就起了疑心。大人，我等历年来与山匪沟通，也只是约到一个特殊的地方，您问的这些问题，小人也无从知晓啊。放心，本官只是要了解一下情况，以方便今年能拿到更多的百姓捐款。本官有一个新的计策。我把新计策跟二人说了一遍，除了没说已经从乡绅那里拿到钱，基本上跟酒楼里是一个说辞。为了保证计策万无一失，本官必须知道山匪的实力，做出相应的安排来才行。把你们知道的如实说来。启禀大人，那山匪其实不在咱们宁海县周边，而是在昆剑山半山腰有个营地。山匪的头子是叫尤宝全，手下约莫有100-200名山匪。你二人明日一早便启程去一趟山匪的大营，把这计策跟山匪头子商量好，叫他们3日之后派几个人来咱们县里骚扰一下百姓，让百姓们知道山匪的厉害。只有这样，咱们才师出有名，百姓们捐钱也会更踊跃。听明白了吗？大人放心，我二人一定做到。第二天一早，贾武和刘管家就往山匪窝去了，但是我也要出去一趟，主要是出去借兵。而借兵一事，只要我出马就绝对可以。原主的爷爷曾做过大理寺少卿，原主的父亲则是盐拜通政事，只不过天有不测风云，在原主刚刚年满18的时候，爷爷先患病离世。给爷爷出殡的当天，在路上居然遇到了劫匪，父母被乱刀砍死，原主惊险逃过一劫。原主觉得事情绝对不是那么简单，但他坚持了4年一无所获，终于陷入了绝望。好在有功名在身，得了个7品官职，但原主一直沉浸在悲痛和绝望之中，最后沦落成了如今的样子。然而今天我要去拜访的就是秦家的一门远亲，此人名叫王海林，登州总兵统领水师路。一觉醒来，我成为了小小县令。为了破坏乡绅土豪联合土匪的计谋，我直接找到登州总兵王海林。大外甥，别来无恙啊！原来王海林是我远房亲戚，论辈分还得叫我生舅舅。我话一出口，门口士兵差点栽倒，心想这人年纪轻轻的还真敢叫。外甥见过舅舅，因军务繁忙，未能远迎，还望恕罪。王海林语气并不情愿，但古代极重辈分，他不得不对我以礼相待。不知道舅舅此来所为何事？若是来借钱的，外甥这里可没有。王海林张嘴就把借钱给堵上了，这不怨他。虽然两人是旧生关系，可之前我的名声可不太好，废物知县，又贪又懒，这亲戚关系说出去他都嫌丢人。舅舅此来并非借钱，而是来借兵的。宁海县外闹山匪闹得厉害，身为一方父母官，我不能不管啊。不借，您就别胡闹了。我身为登州总兵，登州诸县的情况了若指掌，从没听说过有什么贼匪进犯。既无贼匪，又何来剿匪一说？再说你一个文弱书生，怎么带兵？大外甥，我说的可都是真的。那山匪……不等我把话说完，王海林直接说道：“行了，什么都别说了，这是外甥自己的银子，身上也就这么多了。舅舅您要是缺钱，就拿去花吧。来人，送客。你不借兵可以，可你不能说我带不了兵。你可不要瞧不起你舅舅我。若是凭武力论官职，咱们俩一比，吃总兵就没你什么事儿了。”舅舅，你这话就太大言不惭了。我王海林别的不敢说，论武力，军营之中1万多人，没人是我的对手。是吗？我看未必。你可敢跟我比试一场？我赢了，你借兵给我；你赢了，我立马走人，绝不在此胡搅蛮缠。我跟你一个文官比试传扬出去，我这登州总兵的老脸都不用要了。这样吧，我找个人和你比，你若是赢了，我再给你500两银子，然后让人抬轿把你送回宁海，如何？那就一言为定。我虽然不是为钱来的，但我知道此事必须循序渐进，有了一牛之力和基础武学，一般人我还真不放在眼里。这营帐之中地方太小，施展不开。走走走，咱们去教场。铁生，这位大人乃是宁海县的知县，你跟这位大人斗上一斗，点到即止，不可伤了他，只要叫他知难而退即可，知道了吗？铁生明白。大人，上头有令，待会儿若是不小心伤到了你，您可多担待。少废话，来吧，谁弄伤谁还不一定呢。说时迟那时快，铁生直接向你冲来，不料被你一拳直接放倒，整个动作干净利落，让铁生根本来不及反应。王海林也愣了好一会儿，自己这废物舅舅居然还一直藏着掖着的吗？你不是我的对手，还是叫你们总兵大人亲自上场吧。舅舅今日真是令外甥大吃一惊，我收回之前的话，不过挑战我你确定吗？那是自然，不过咱们有言在先，我若赢了，大外甥你就得借兵给我剿匪。你若输了，也不叫你白来，外甥送你500两银子，就当是孝敬你了。我不可能输。说你胖，你还喘。我王海林要是输给了你一个7品知县，那岂不是给朝廷武将蒙羞？论辈分，你是我舅舅，我先动手属于忤逆犯上。不如这样，我给你个机会，我就站在此处，让你3招。3招之内，你只要能让我挪动脚步，我便算你赢。3招，挪动脚步。臭小子，你可别把你舅舅大人看扁了。
你舅舅可是身具系统的人，只要你没有一头牛的力量，那我让你挪动脚步，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不愧是我的大外甥，那当舅舅的可就不客气了，待会儿被舅舅揍扁了，可别哭鼻子。我走到王海林面前，没有花里胡哨的出招，只是用手轻轻推了一下，王海林就感觉到一股力量袭来，差点就倒了。怎么这么大的力气？这不可能！怎么样，大外甥，没想到吧？你马上就要输了。王海林眼看自己要输了，就开始出拳打我，没想到我也伸出拳头，两个拳头交锋的那一瞬间，王海林直接被打出老远。舅舅不愧是天生神力，我早些年就听外祖母说起，还不太相信，过此一事，竟然能与多年锻炼的我平分秋色，旗鼓相当，真令人叹服。天生神力，我回忆了一下原主的记忆，根本没这回事。这王海林为了自己的面子，这是在下边乱造了。不愧是总兵大人，实力也是不一般啊。好久没有这样活动筋骨了，今天能跟舅舅这么比试一下，实在畅快。来人呐，摆酒宴，我要跟舅舅把酒言欢。不多时，我俩回到了王海林的大营之中。舅舅，此前对舅舅多有不敬，还请舅舅见谅。不要紧，我知道你对我为何如此冷淡，无非就是之前的名声不太好吧。所以说，坊间那些传言究竟是真的是假的？我听说宁海县的百姓对你是恨之入骨啊。传闻是真的，没有半点虚假。不过那是以前是我太沉沦了，你外祖父被劫匪劫杀，对我造成了不小的影响。本打算浑浑噩噩过一辈子，可最近我突然想明白了，劫匪啊！当年那些劫匪见了我父母的面，上来就杀，那不是劫匪，是杀手。只怪我太年轻，一时间没想通透。你外祖父一定是被谋杀的。说的在理，不过此事已经过去多年，如今再想起来又能有什么意义呢？陈年的案子当年没人查，如今就是查恐怕也查不到什么。能不能查明白是一回事，查不查是另外一回事。我秦风既然想明白了，若是放任不管，将来有何颜面去面对我的列祖列宗？舅舅说的是，外祖父外祖母若真的死的另有原因，那你尽管去查，用得到外甥的地方，外甥绝不推辞。那你先借我500人，我好带着去剿匪。宁海县哪里有什么山匪？我在这登州驻防了几年了，这一地区的安危也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，每年都派人去走访，从未听说过哪个县有报告过山匪的事情。大侄子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我把宁海县的乡绅甲午山匪互相勾结，演戏坑骗老百姓钱的事情悉数跟王海林说了一遍。王海林听后勃然大怒，岂有此理！区区一个师爷，竟敢骑在县太爷头上拉屎，居然还跟山匪勾结，坑骗百姓的钱财，所以我才亲自来找你，就是为了县城的百姓。500人够不够？要不要多给你点拨一些？派1000人出去，也不影响大营驻防的。不必，人多了不好隐藏，杀鸡焉用牛刀，500人对付山匪足矣。看着我胸有成竹的模样，王海林对我这个舅舅越来越好奇。一觉醒来，我成为了小县令。在我去登州大营借兵剿匪的同时，贾武和刘管家也到了山匪的营地。山匪头子林冲比较意外两人到来。这不是贾师爷吗？咱们可是多年未见了，今年怎么还亲自来了？此次我也是被逼前来，今年的计划发生了一些变动，须得知会你一声。贾武给他说明我要加入后，山匪头子林冲不乐意了。贾师爷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这多了一个人，肯定是要少分钱的。你着什么急？秦大人要的那份是从我这里扣的，对你没什么影响。秦大人派我过来，就是知会你们一声，要你们这次配合一下。贾武把我的计策给他说了一遍。往年你们不都是自己操作，我们只等着分钱就行了吗？年年剿匪，却年年都抓不到贼人回去，次数多了，你觉得百姓们还会上当吗？依秦大人的意思，最好是叫你们贡献几个人出来，跟着去监狱里蹲几天大牢，这样百姓们才更会相信闹山匪的事情，这样捐的钱也会更多了。贾师爷，你说吧，怎么配合演戏？老子到时候亲自带人配合你演一场。不急，按照秦大人的要求，3天之后再带人下山。我这边和王海林商量好借兵的事情，便立刻返回了县城，又让衙役通知本地的乡绅，让他们明日之后不要出门，免得被下来的山匪们误伤。晚上衙役们都回来了，叫你们带的话都带到了。回大人的话都带到了，而且都是告知了他们家主。您没看见那些个乡绅一个个听说山匪真的要下来，那脸色紧张的，立刻就吩咐了下去，让全府上下谁都不许开门，就怕山匪们进他们家抢东西。我这边也是，这些乡绅一听说山匪，却被吓得跟一窝老鼠一样，当真笑死个人。我听着众人的回话点了点头，如此一来，计策就更万无一失了，很多地方也许还能进一步操作。行了，明日你们该做些什么，应该也清楚了吧？大人放心，您的吩咐我等谨记在心，绝不能坏了大人的计划。很好，那你们都早早下去休息吧，接下来好戏可就开场了。贾武和刘管家得了我的命令，没有回县城，而是在山匪营地里等着。山匪们心情非常轻松，觉得就是演戏安排好了。兄弟们，前面就是宁海县了，今天咱们30多个兄弟的演技，
关乎到咱们山寨今年的收益，都卖力点。还是那句话，打家劫舍，咱们是专业的。一群人怪叫着，直接冲进了宁海县的城门。守城门的2个官差直接一左一右站着，拦都没敢拦。这些山匪们一个个凶神恶煞，在县城里面横冲直撞。市面上的百姓们摆着的摊位，一个个被掀翻，百姓们尖叫着逃到街道两侧。我的摊子，我烧了半个多月的瓷器啊！我的菜，再有不能活了，我老母亲还等着我，卖了菜买药治病呢。老百姓们突遭此劫，一个个哭天抢地。山匪中那个要采花的大结巴也看中了一个面容清秀的小娘子，干脆跑到人家跟前。嘿嘿嘿，小娘，你别过来呀！你认错了，我不是你娘。我是说小娘子，抬起头来给大爷瞧瞧。那你更不要过来啊！嘿嘿嘿，你叫破喉咙也没用，来跟我去巷子里，快活！劫匪们怎么也没想到，此刻正有一双眼睛盯着他们。一觉醒来，我成为了小县令。此刻山匪正在县城为患，几个衙役冲了出来。大胆贼人，光天化日竟敢在闹市行凶，活得不耐烦了。山匪先是一愣，随后想起贾武嘱咐他们的话，宁海县会有衙役出来跟你们交手，他们可都是自己人，和他们演对手戏即可。山匪这才明白原来是搭戏的来了，可是下一脑衙役竟然来真的。你这个年轻人不讲武德，搞偷袭，跟你们这些伤天害理的山匪还要讲什么规矩不成？山匪这边都认为是来演对手戏的，没有被他们打的山匪并未轻举妄动，而是在一旁观战。我怎么看着这些衙役是在真打？这招招都在往要害上招呼。你懂什么？这叫演戏演全套。这天下藏龙卧虎，百姓里面说不定谁能挑出真假，就得这么演。山匪头子林冲这边起初没在意，听到身边人小声议论之后，看向了演对手戏的那边。这些衙役好像的确是在真打，完全就是在跟山匪们拼命，毫无保留。妈的，怎么回事？这狗官手底下的人不地道啊！林冲正琢磨着，一大波衙役20-30人冲了过来，为首的自然是身着官服的我。秦风，你这狗官不地道，竟然使此诡计诓骗我兄弟前来。你是贼，我是官，我杀你那叫为民除害，天经地义。就算是用了手段，那也叫足智多谋。何来诡计一说？来人呐，此人便是山匪头子，本官现在就要他的性命。你给我等着，你会后悔的。说着，林冲直接带人撤了，自己带来的10来号人根本不是眼前衙役的对手，因为这几10号衙役是一些百姓们假扮的，县衙里可没那么多衙役。这边林冲回到山寨后，对着贾武和刘管家一顿拳打脚踢，老子就杀了你们2个，以及我死去的弟兄。贾武和刘管家听到这些，才算是知道了自己挨揍的原因，不是出去演戏吗？怎么会死人？寨主，手下留情，此事蹊跷啊！能不能问一下，究竟出了什么事情，叫寨主如此恼怒？出了什么事，你小子不知道吗？你诓骗我们去演戏，结果衙役却来真的，白白折了我们几个兄弟。寨主饶命！那秦风所作所为，我2人一概不知。他当初叫我们过来，就是为了谈合作的。演戏的事儿也是秦风一个人的主意。林冲愣了一下，回想一番，贾武如果是真的诓骗自己，恐怕早就溜之大吉了。该死的，这秦风是想赶尽杀绝啊！我看这秦风既想把全部的银子都贪了，又想以此事向寨主示威，好叫寨主以后对他俯首帖耳。放屁！一个小小的县令也敢驱使本大爷？他做梦！此仇不报，我林冲誓不为人。接下来就是派人刺探一下他的虚实。刘管家、贾师爷暂时留在山里做客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。你回去给我瞧瞧，秦风究竟凭什么敢跟我作对？他手底下一共有多少人？给你12个时辰，你若是不回来，贾师爷可就为你送命了。刘管家一路走回县城，刚到家里就听到我和王龙的对话。传令下去，贾武和刘管家回来就杀了，还有银子奖励。这次咱们来刘管家这里做什么？当然是为了逮住他，他早晚会回来的。大人，你借了3000兵马过来剿匪，是真是假？3000兵马那得花多少银子啊？今日击退山匪的那些人，都是百姓乔装成义的，那都是糊弄山匪的。刘管家偷听到2人对话后，一溜烟的跑了。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他听到的话都是我想让他听的。3日之约就在明日，王海林带领500兵士埋伏好了。刘管家回到山寨后，就对贾武说道：“完了，全完了！县太爷想置你我于死地呀！县太爷下了格杀令，咱们只要在县城露头，那下场就只有一个死。”刘管家将偷听到的话对林峰讲了以后，决意明日一早就要找我算账。一觉醒来，我成为了小县令。此刻山匪林冲带着小弟袭击县城，而我却独自站在城门口迎战。你是秦风？正是本官。话说你们山寨效率这么低吗？报个仇都要隔夜，还有在这里多等了4-5个时辰。就凭你一个人也敢拦路，我看是不知死活。
林冲话音刚落，500士兵就从周围出来。马家，中计了，快撤！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当我宁海县是什么地方？你们这些山匪既然来了，就别想再离开了。你是山匪的头子吧？本官给你个机会，你和你的这些人若是乖乖投降，本官可以网开一面，最多将你们流放至边关充军；若是不肯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你听见了吗？投降，冲击！你白日做梦，我等就是死，也绝不向你投降。经过1刻钟的战斗，最终只剩下林冲一人。我本想自己上前结果掉他，可是系统给出的结果让我直接石化。林冲武力值140 ，B 类武学招式，威胁等级评估极度危险。这比王海林这个总兵还要厉害，我哪里会是对手？力气大点是唬人，可是功夫再高也怕菜刀，何况我还不是功夫高，只是力气大而已。这时一旁的王海林发话了：舅舅，你且在这里看着，我去把那山匪的头子给杀了。我内心1万个感激，还好我这弦外省够利索。好，我便在此督战，掌控大局。我是真的不敢上。很快王海林便冲到林冲面前，气势上足以碾压。你是何人？我乃登州水陆大营总兵王海林，区区一个山匪，能死在我的手上，也算是你的荣幸了。小小总兵也敢大言不惭，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。本以为林冲与王海林会大战300回合，可下一秒王海林直接愣在原地，那就是林冲直接转身一溜烟跑了。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，等大家缓过劲，再追已经来不及了。这匪首终究是让他跑了。舅舅，你以后可要小心了。这还用你说？好在在乱战之中，贾武和刘管家死了。第2天，百姓们知道山匪的事情后，顿时都感激的不要不要的。当我正在城门口送走王海林时，百姓们直接上来了。秦大人真是好官，真的感激秦大人呐！你们真要感谢，就谢他。这位是登州总兵王海林，昨夜为了剿匪王将军险些负伤，要没有他们，本县别说剿匪了，恐怕早就被那些山匪给打杀了。众人一听，立刻转向王海林，多谢秦大人一举，也多谢总兵大人。以往每年都被这些山匪闹的，我们要捐不少钱财给贾师爷，没钱的就是卖粮也得捐。今年总算可以吃口饱饭了。他这儿正感慨着，突然身边传来一个声音：谁说今年你们就不需要捐钱的？你们这些穷鬼，没看见秦大人为了剿匪付出了多少？秦大人借来这么多兵，难道不用粮饷的？我们这些乡绅此前已经捐了不少银子，你们这些穷鬼又一个算一个，每家每户至少5两。说话的正是乡绅胡来，明明我跟他们约定好了的，山匪下来闹上一闹，让百姓们害怕了，就开动员会。可衙役们一直不叫他们出门，直到今天，他们才被同意出门上街。这是演完戏了，还演得这么专业。这山匪都搅完了，百姓们一听傻眼了。秦大人，胡大官人的话是真的吗？绝无此事。往年都是那贾武与那些山匪勾结，故意演戏，口火坑钱。如今山匪已经剿除，哪里还需要百姓们捐钱？诸位放宽心，胡大官人不过是在跟大家开玩笑罢了。胡来众乡绅一听直接懵逼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情况？不要百姓们捐钱？诸位乡亲，剿匪一事理所应当，义不容辞，诸位不必如此感激，快散了吧。一觉醒来，我成为了小小县令。此刻胡来正带着一众乡绅在我面前闹事，原来是剿匪成功后，我答应他们的没有做到。秦风，你搞什么名堂？什么搞什么名堂？本官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我装起了糊涂，直接从怀来透出一沓银票。这些银票正是胡来之前交给我的。胡来眼巴巴地看着银票，结果我转手就给了王海林。总兵大人，这次多亏了你肯借兵给我秦某人，这些银子还请总兵大人收下。一来这600兵士不能白来。王海林扫了一眼银票上的数额，动辄5000、1万两，全是大额的。这有多少？不多，3万两银子。王海林的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，3万两银子还叫不多？这可真是雪中送炭。他营中正缺粮饷呢。他来的时候我可没提什么报酬的事，临走了我却主动给了。这位舅舅可以啊。张毅，这怎么好意思？钱财乃是身外之物，王总兵和手下士兵都活出了性命，区一些银两又能算得了什么？眼看着银票被将军揣了起来，一众乡绅早就急坏了。秦大人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银子你怎么全都给他了？这银子给总兵大人，尔等有何异议吗？这银子可是我等捐出来的，你得还给我们的。胡来指了指自己，就算百姓们不捐钱了，没分成了，那这本钱他们得收回来啊。的确是尔等捐出来的，既然是借兵剿匪的银子，那这兵也来了，匪也缴了，还还个屁！秦风，你别装糊涂，咱们可是有言在先的。剿匪一事，你去找山匪商量，吓唬百姓，我等带头捐钱，好让百姓也捐。我等的银子原数归还，百姓们捐的银子，大员、山匪、我等，咱们3家来分。一派胡言！本官乃是朝廷命官，为官一方，护一方安宁，岂会与山匪沆瀣一气？还商量，还分钱？
秦风，你岂有此理？你这都是假扮的士兵，剿匪仪式又不是真的，怎能吞了我等的银钱？我方才听得真切，他管你叫舅舅。王总兵，此人说你是假扮的总兵，想拿回本官给士兵们的抚恤金，你与他证明一下身份。王海林一听这话，从身上掏出来个物件，本官乃是朝廷清风登州海陆大营总兵王海林，这便是本官的兵符，怎么都不说话了？刚刚是谁怀疑本将总兵的身份？站出来，本将好好与他说道。若是此刻没人站出来，日后谁敢再嚼舌根子提这件事情，本将知晓必不轻饶。乡绅们齐刷刷的吞了口唾沫，下意识的点了点头。我送走王海林后，回到了衙门里。那么一件事情，现如今林冲跑了，但是200山匪一网打尽了，这个结果究竟算不算完成任务了？恭喜宿主成功完成任务，奖励已经到账，宿主官威加50，获得武技弹指神通，获得一次性恢复卡1张，使用可使一人瞬间恢复最佳状态，奖励道具拘魂铃1枚。听着系统提示，我只感觉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，看着手边突然多出来的小铃铛，这也没个使用说明什么的，让人怎么用？道具补充说明：拘魂铃可以强行从死亡边缘叫醒问话，使用条件只能对死者使用，死者死亡时间不得超过7日。我的青天值已经满了，应该可以升官了吧？宿主已经达到升官条件，是否解锁奇遇？奇遇？这是个什么鬼东西？选择是奇遇已经解锁，请宿主耐心等待官阶提升。一觉醒来，我成为了小县令。系统突然响起，奇遇升官已经解锁，请宿主耐心等待官阶提升。原来升官会给解锁奇遇，并不会突兀的就给升了，还是很符合现实的。我刚要出门，就见衙役赵义抱一个小孩回来，他不是去山匪营地了吗？怎么抱了个孩子回来？你怎么抱个孩子回来？山匪营地里面捡的。说来也怪，这小孩好像凭空冒出来的一样，在我已经翻找过的一个角落出现了。小的不知道怎么处理，急忙赶回来请示大人您了。我上前2步仔细打量，这样貌相一看就不是穷人家的孩子，而且小孩眉心有个小小的朱砂痣，特别好辨认。你是吉日，什么事情都不用干了，就负责照顾这孩子。本官会写个寻人启事，若是有人找上门来，你好生分辨清楚带来见我，必得说得上来这孩子模样的人才行，知道了吗？是大人。而此刻胡来摆了一桌好酒菜，本县的各大乡绅全都聚齐了。秦风这次把我们坑得够惨，我们必须做出回应。我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叫他吃官司。他不是吞了我等3万两银子，咱们就告他受贿。刚金圣上对官场上的清廉很是看重，只要这案子能捅到上面，这秦风的官位自然不保。胡来这么一说，谁都不说话了。好在今天在场的乡绅里面，有一个人跟我是老冤家了，乡绅张大官人张帅。这秦风实在可恨，张某早就想治一治他了，若不是胡大官人拦着，他此时怕是早已被问罪了。恰巧我的一位大伯便是登州府的知州，请他出马，可以给这秦风定罪。既然如此，就请张大官人设法与大伯取得联系，咱们几个一起告他。咱们这么多人，他就是想辩解也辩解不了。我这大伯这人向来不喜欢麻烦，若是直接去拜托他，恐难成事。我等必须有点诚意才好。不知道知州大人需要多少银子才肯出手？至少也得1万两吧。咱们一起出钱，每家也就2000两银子。几个乡绅便凑足了1万两，准备开始背地里整我。宁海县城门口，赵毅拿着小孩的画像贴在了门口的告示牌上，只不过隐去了额头上的一点朱砂。原来是秦大人捡了个孩子，这些山匪抢钱抢粮食也就罢了，抢个孩子作甚？我看着孩子白白胖胖的，定是富家子弟，兴许是山匪以孩子为质，想要索要赎金呢。有道理。众人正议论着，突然一个人过来看一眼画像，伸手就把告示给撕了下来，扭头就走。宁海县城之外的官道上正停着一辆马车。巡抚大人，属下依您的指示去宁海县探听消息，才进门就看见了这个。皇天不负，总算是让我找到。快去宁海县！大人，这画像上的孩童每件并无朱砂印记，不如属下再去探听一下虚实，容后回禀。我要亲自走一趟。这画像惟妙惟肖，怎么旁边这字写得跟鸡爪抛出来的一样？落款是秦风，就是这字也太丑了点，莫非是捐的官儿？1个时辰后，巡抚到了县衙门口，找到了赵毅。你就是赵毅，我家主人是来看孩子的。城门口的告示上画的婴孩和我家主人找的婴孩面貌相似，还请带出来看看。带出来可以，不过我家大人说了，看之前必须回答我一个问题：这孩子身上有一颗痣在什么位置？答对了才能相见。你口中的大人可是本县的知县秦风？正是，为了找到孩子的真正亲属，免得被冒领了，所以大人才这么做。我要找的孩子眉心有一颗朱砂痣，不知跟你屋里的孩子特征是否一致啊？正是如此。我还有个问题要问，你们要找的孩子如今多大年龄？ 2岁有余。也对上了。赵毅很开心，我给他的任务这么快就完成了。
一定能提高他在我心中的地位。既然对上了，还请差爷把孩子抱出来吧。不行，在此之前必须对你的身份进行登记。敢问先生是何方人士？年龄几何？姓甚名谁？放肆！你究竟耍什么花样？你可知你面前所站乃是广西巡抚大人？小小衙役岂敢再次巧舌戏弄？巡抚大人恕罪，小人绝无戏弄大人的意思，小人只是听从知县老爷的吩咐问的问题。赵义是吧？方才你问的这些都是你家知县教你的，他问这么详尽是想干什么？县老爷说这是为了以防万一，若是这孩子被人诓骗走了，日后真正的父母找上门来，现在留下的这些信息便能利用起来。一个小小的知县，还有可能是圈的官儿，就能把这事儿想得如此周全，不错，是个可造之才。若这孩子真是我要找的人，那我必须得给这小小的知县记上一功。赵毅起身把孩子抱了出来，巡抚只看了一眼，就激动的要哭了。哎呀，可总算把你给找到了，这半年我可太苦了。巡抚跟小孩热乎了一阵，把孩子交给身后的人，便开口直接问道：你们县令是从何处找到的这个孩子？孩童在你这里的事情，还有别人知晓吗？赵毅把贾武如何勾结山匪祸害百姓，秦风如何发现，然后如何层层设计，把这些山匪一网打尽的事情从头到尾叙述了一遍。想不到一个小小的知县，竟如此的足智多谋，又如此有担当，看来本官要亲自见他一面才行了。这句话刚说完，只听外面有衙役过来了，过来的正是衙役王龙。赵大哥不好了，有大官来找秦大人的麻烦，要拿秦大人问罪了。我们赶紧过去看看。你前头带路，咱们跟过去看看。一觉醒来，我成为了小小县令。此刻衙役孙大宝急忙跑进来：秦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知州大人过来了，说有事要问责，身边跟着张顺、胡来等乡绅，我看来者不善。孙大宝话音刚落，知州大人就带着几个人进来了。你就是本县知县秦风，本官今日前来是收到消息，说你和本地的乡绅起了一些误会。这张顺乃是已故户部侍郎张大人的独子，与我情谊颇深，有什么矛盾，化解开便是了。误会？本官不记得和他之间有什么误会。本官自上任以来，一直与本地乡绅相处得十分友好。下官实在不知知州大人此次前来所为何事。前些日子，本地乡绅监献出来一些银钱，按照他们的说法，这银钱你本是应该还给他们的，结果事后却并未做到。本官为的就是这件事情，收受贿赂本身就是大罪，希望秦知县能知错就改，立刻把那些银钱交出来。知州大人，下官冤枉，下官可从未拿过乡绅们的银钱，还请知州大人明察，给下官一个公道。一听我不认账，一个个都焦急不已。秦风，你不要装蒜，本官既然已经来了，便是知道了前因后果。我念你年轻，只要你把乡绅们的银子全都交出来，再把你这10多年搜刮的民脂民膏充公，本官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你意下如何？此事从头到尾，宁海县所有百姓都能为本官作证，还望知州大人多走访查问，莫要冤枉下官。眼看我抵死不承认，胡来一咬牙一狠心，直接说道：知州大人，我等全是被秦风欺骗，一开始并不知道诈捐的事情，如今被秦风骗走的3万两银子，我等也不奢望能追回了，只求能罢了他的官，给我们宁海县安排一位真正的青天大老爷吧。胡来这次真的下狠心了，言下之意就是3万两银子，知州你要的出来就都是你的。3万两银子，即便是对知州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数目。那本官就借你这县衙门，好好审一审你们这案子，传我的令下去，升堂。原告是胡来、张顺等乡绅，被告当然就是我了。我等联名状告当今知县秦风贪赃枉法，勾结山匪，以剿匪的名义诓骗我等3万两白银，还望大人明察。知州一拍惊堂木，直接来了一句：大胆秦风，身为朝廷命官，竟敢贪赃枉法，中饱私囊，你可知罪？一句话，门外围观的百姓们立刻就炸锅了，哪有这么审案子的？只问了原告，被告这边连问都不问，张口就叫人认罪。这官老爷是什么人？莫不是跟咱们秦大人有仇？此刻巡抚大人却伸着便衣到了，在门口便问道：这秦风这是犯了什么事儿，要被问罪？秦大人是青天大老爷，你没看见那几个肥头大耳的，他们勾结在一起，陷害秦大人贪赃枉法。这做汤的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官，我看他的模样就是个贪官。巡抚听到百姓的话后，直接走进了大堂之内。毕竟我剿匪找到孩子，也算是帮了他的忙。仆人在外面直接喊了一声：巡抚大人到。知州赶忙跑下堂，给巡抚大人行礼。巡抚大人，您怎么突然来我们宁海县啊？本官奉命查办一件案子，今日是凑巧来到了宁海县。巡抚和个人打了招呼后，知州忐忑不安地回到堂上。我赶紧利用系统的扫描功能，看了看巡抚的情况。巡抚赵有仁，从2品，官威1500，
知州卜从明，从五品，官为100。我只不过管一个县，知州也不过相当于管一个市，还是个二把手。而巡抚那可是省长级别的人物，怪不得我的被压迫感这么强。巡抚在一旁落座后，知州卜从明开始闪。秦风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这么多乡绅一起来告发你，难道还能冤枉你不成？下官已经重复多次了，此事子虚乌有。知州大人如此偏袒乡绅，莫非是收了好处？来人呐，给我打50大板！我看你能嘴硬到几时？眼看就要对我动刑，巡抚赵有人开口了：“这就动上刑了？我还没听明白，这秦风究竟犯了什么事？”知州直接当场蒙住了，这巡抚怎么还问起案情来了？你一个陇西的官，这跟你也没关系啊！知州便胡乱编造了一番，开始在我身上加罪名。本官进了宁海县，也听到百姓们谈论剿匪一事，只不过本官听到的跟你们讲的可不太一样啊！你既然要对秦风用刑，可是已经掌握了什么证据？没有，既无证据，又无证言，那你凭的什么动刑？就不怕屈打成招，弄出了冤案来？你大小也是一个知州，坑略里就是这么断案的。巡抚的话一出口，门口的百姓都释然了。有巡抚大人撑腰，看这知州还有这些乡绅，还能翻出什么烂话来？既然有巡抚大人做主，咱们也不用怕。待会儿要是用得着咱们作证的，谁也不能缩着。一觉醒来，我成为了小小县令。正当知州在公堂上对我诬陷时，一旁的巡抚忍不住了：既无证据，又无证言，那你凭的什么动刑？就不怕屈打成招，弄出了冤案来？你大小也是一个知州，坑略里就是这么断案的。我能让巡抚出头，一是我救了他的孩子，最主要的还是咱为官清廉嘛。但知州却开始狡辩。实不相瞒，巡抚大人到来之前，下官就已经询问过了，只是这原告无法提供证据，您又不让用刑，本官一时间也想不到办法。一件小小的案子都审不明白，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坐上这知州之位的。既然没有人证物证，就无法证明秦大人有任何过错，快些退堂吧，本官还要找秦知县说几句话。知州等人一听这话，心里更忐忑了，找我谈几句话。这已经相当于是在明着袒护了。知州正要开口退堂，我却直接说道：秦某乃是本案的被告人，虽然没有证据证明秦某拿了银两，但这案子也不是不能继续审下去的。我此话一出，知州愣了，乡绅们愣了，巡抚愣了，继续审下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启禀巡抚大人，知州大人没有证据证明秦某有罪，可秦某却可以证明自己清白的。秦风，本官就听听你如何自证清白，你的人证物证居在何处吧。尔等前来状告秦某，就是状告秦某贪赃枉法，贪污了3万两银子，是也不是？不错，秦风，你不要以为没有证据你就能逍遥。尔等告我诈捐，本官也从未要求百姓们捐款，请问本官哪里诈捐了？你们怀疑我剿匪是演戏，你们见谁演戏要豁出100多条性命？这100多条性命之中，还有我大周的士兵。麻烦巡抚大人派人去登州大营问一问王海林王总兵，他可是4品武官，朝廷任命，不会说谎的。我言之凿凿，自信满满，百姓们争先恐后为我证明。知州大人，事情已经明了了，知道该怎么判了吧？得，下官知道了。秦风无罪。秦风自然无罪，倒是你一个知州大难如此无能，如何对得起你的官位？如何穿得起你身上的官服？如何配得上你头顶的乌纱？今日之事，说不得本官要上奏皇上，看看你这样的人如何待在官位上。巡抚大人，您开量。下官也只是一时糊涂，都怪这些乡绅说要给3万两银子给我，我才一时间鬼迷心窍，请大人饶下官一次吧。最终乡绅们被打大板，知州也最终被回去反思，因为我觉得因为这是捅到皇帝那，反倒不见得是一件好事。巡抚对我的做法也是表示赞同，对我本人是越来越欣赏了。退堂后，我和巡抚来到内堂，多谢巡抚大人到场为秦某解围。你不必谢我，真要谢的话，就谢你自己吧。本官之所以替你说话，也是因为你帮了本官一个大忙。这小孩子是本官一直在找的人，你可知道救了魏贵人，马上就有大造化了。我哪能不知道？这可是系统给的奇遇奖励，接下来等着我的就是加官进爵。我故作惊讶，莫非这小童来历非凡？还请巡抚大人赐教，这小童是……你不用打听了，有些事情该你知道，你自然会知道；不该你知道，你知道了反而是麻烦。巡抚大人神神秘秘的，不肯透露小孩的身份，我也不多问，只是默默点头。一觉醒来，我成为了小小县令。此刻皇城御书房内，巡抚赵有人正在给皇帝打小报告。这次多亏了秦风，若不是他剿灭山匪，微臣必定会与小皇子殿下失之交臂。而且我观秦风此人有勇有谋，正气凛然，是个不可多得的大才。微臣斗胆向皇上举荐一下这秦风。有功当上，督察院还少个督事，就把他调到京城来，让他去督察院任职吧。皇帝的任命，赵有人不敢有什么意见。然而一旁的大皇子开口了：不妥，皇儿认为奉秦风为督察院督事，不妥。有何不妥？你且说来听听。
你弟弟能平安回来，这秦风也算是帮了忙，不该赏赐吗？帝王之家无兄弟，这道理皇帝有过亲身经历。如今他能坐在这皇位之上，也是靠了一些手段。可当他自己成了皇帝后，却并不希望儿子们也如他一样，然而结果却让他失望。最明显的就是小皇子失踪，如今小皇子找回来，当然要给秦风一点赏赐。本以为大皇子会阻挠，却不料其说道：“弟弟能回来，这秦风大功一件，尤其是他的缜密的心思，怕是没几个京中的大臣能比得上。儿臣以为，不但要赏，还要重赏。”至少也该官升3品。秦风此人是地方官，想必对治理地方言有心得，应该把他留在地方，继续发挥才能。皇帝听完露出一丝欣慰，原来是他误解大皇子。皇儿说的有理，那依你看，朕该赏他个什么官儿做？儿臣以为至少也要封个从4品的知府。可如今各地知府之位好像并无空缺。罢了，赵爱卿，你替我拟一道诏书，给那秦风官升2品，职务上仍叫他先保持原样啊，再赏他一些银子，数目就你来定吧。微臣告退。秦风这边过了几天平静日子，突然这天宣旨的人来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宁海县县令秦风为官清廉，赐秦风白银1000两，着秦风官升级2品，钦此。秦风听完不由愣了一下，怎么只有官升2品，却没有详细的职位变更呢？秦大人，广西巡抚赵大人表奏你有功，求皇上给你升官。皇上同意了，只是眼下各处职位并无空缺，所以才只升了你的品级，却没有变更职务。日后有了空缺，皇上必然不会忘了你的。大皇子特意叮嘱洒家说与你听的，你可听明白了？皇上的意思，大皇子特地叮嘱你嘱咐我。秦风怎么听这话都有问题。皇室家庭关系复杂，是一团乱麻，他可不想卷入什么皇室斗争。公公一路舟车劳顿，秦某这就让人摆好宴席，为公公接风洗尘。咱家一路南下，知府大人已经先一步邀请咱家，不好爽约，得快快回去，就不需要秦大人破费了。咱家过来的时候，知府大人托我给秦大人带个话，征税日近，还望秦大人早日把税款准备好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公公说完，带着身后的官兵离开了府衙。宣旨太监走后，秦风张口问道：“征税的日子到了，税款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你们这2天多走动走动，把税给收了。”赵毅此刻却面露难色：“大人，向百姓征税，怕是交不够朝廷规定的数额。这是为何？今年既是丰年，如何交不上税？”小的曾经跟着贾师爷、大部、贾武征过2年的税，走完整个县，老百姓交上的税最多1/3，剩下的都是本县乡绅捐的税款。咱们县的土地大多数都是乡绅的，百姓们只不过是租种，种出来的粮食乡绅们要收走80%。秦风真是吃惊，这 TM 的不是个 bug。宁海县的粮食乡绅们收走了80%，然后这80%的粮食他们一点不交，这可太难搞了。这次必须想个办法解决。一觉醒来，成为了小县令。此刻秦风正在懊恼之前的行为，因为粮食80%都被乡绅收走了。然而缴纳粮食的主力军还是那些乡绅，而秦风早已将他们得罪遍了。秦风咬了咬牙，把账房先生叫来。没过多久，账房先生来了。宁海县应该往州府缴纳多少税款？有数吗？跟本官说说。启禀大人，本年本县应缴262500担粮食。贾武已经身死，这税粮今年就由你负责了。小人领命，只要让衙役们通知一遍，求收过把该缴的粮食送到县堂就可以了。至于乡绅老爷每年支援的部分，也请大人安排人去拿来。不用，今年就不用他们支援了，只管征收农户的便是。这不够吧？那要想缴足赋税，一户人家要缴多少粮食啊？本官已经算过了，一家需要缴纳6担就可以了，比往年的确多那么一点，但本县会跟百姓们说明情况的，反正少了这6担粮食，对他们也没有太大的影响。大人，要是按照往年的手法，每户只要交1担多点，要是6担，只怕今年咱们县会饿死不少人的。怎么会呢？一户人平均45亩，亩产500斤，那就是……秦风这话还没说完，账房就直接喊出声来了：500斤！500斤不很正常吗？今年是个丰年，不是吗？这个数字不是秦风考察得来的，而是他估计的。秦风所在的时代，杂交水稻亩产1200斤，古代没有那么好的品种，打了个折上折算1/3，那也得400斤1亩吧。大人说笑了，今年的确是个丰年，亩产或许能到300斤，这已经是往好了想了。真不知道大人怎么会有亩产500斤的想法，天方夜谭，天方夜谭呐！这回轮到秦风错愕，丰年亩产才300斤，闹闹，这水平也太次了吧！秦风算计一通之后开始急了，难道真要拉下脸来去找那些乡绅？与此同时，乡绅胡来的家里正摆着一桌宴席。这秦风现在已经是5品官了，
但有空缺，立刻就会被调任去当大官。那他可快点被调走吧，他走了，咱们也能松口气。你们倒是好气度，这都能忍，但我胡某人可不能忍。眼下就有个叫秦风倒霉的机会，今日叫你们过来，便是为了此事。还请胡大官人赐教。你们难道忘了，再过2个月就是征粮税的日子？今年这秦风没有咱们的帮助，岂能征齐粮税？粮食征不齐，被朝廷降罪。如果强征粮税，叫百姓们活活饿死，这是个死结，朝廷也饶不了他。众人这才知道胡来的意思，居然是为了这件事，总算能出口恶气了。秦风这厮迟早要跪在我等面前求饶，我已经等不及看他会是什么样子了。今天把诸位聚在这里，就是为了提醒诸位这件事情，咱们这次要同心协力，看着秦风如何过这次难关。秦风离开了衙门，就直奔城外的地头了。他要看看这大州的耕地究竟为什么亩产量那么少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他瞬间就了然。秦风抓着一把地里的土，唉声叹气，真难为这些农民了。就这土质，能亩产300，已经是不容易了。秦风手里的土壤，用手抓起来都不用握就散了，这哪里是土，这接近于流沙。虽然困难比较大，但只要知道困难在哪儿，就还有救。得亏他是个图书管理员，无聊的时候什么书都看，一肚子奇奇怪怪的知识，提高肥力他还是能想出办法的。还有种植密度，这个东西是可以试验的吗？就是时间上今年是来不及了。秦风站在田间琢磨了半天，半个小时后回了县衙门。回到衙门，他就写了一张告示，叫手底下的衙役贴了出去。城门口告示牌聚拢着一堆人，秀才，秀才，快点过来看看，秦大人又出了什么告示了。一些村民嚷嚷着，把秀才喊了过来。县面向所有农户征收粮食，收购价1担3000银子，每户最多征收5担。县太爷买这么多粮食做什么？难道他要开粮铺？县里头张大官人家的粮铺，卖粮才2000银子1担，县太爷3000银子收的多少钱卖得出去吗？我知道这是个挣钱的好机会，咱们为何不干脆先去粮铺买，再直接去县太爷那里卖？有道理，走走，去张大官人那里买粮，这白得的便宜不赚是傻子。只是张顺的粮铺却一反常态，不卖。百姓们看到了告示，这些乡绅自然也看到告示了，只是他们被秦风耍弄怕了，不知道秦风又搞什么阴谋诡计。出于畏惧心理，一群人又到胡兰那里商议，一觉醒来成为了小小县令。此刻乡绅们正商议如何对付秦风。你们都看见城门口的告示了吗？秦风3000银子收粮，我看他是疯了。他也是没办法，总得提前把粮税给准备出来。不过我好奇的是，他银子是从哪里来的？他是真的有钱收粮，还是耍花招？咱们去县库先瞧瞧，不就知道了吗？乡绅们商量好了，张社胡来带头，一群人拉着1袋粮食来到了县库。秦风早就在县库等了多时了。秦大人，您算得真准，他们来了。哦，是吗？远处胡来和张顺带着一众乡绅，把1袋粮食往前一放，对秦风说道：秦大人，我们听说秦大人在这里收粮，可有此事？确有此事，粮食30001担。张顺拍了拍那1袋粮食，对秦风说道：好，那就给钱吧。不要。为何不要？你自己告示上面写的，往年的余粮也收。张顺说这话有点心虚，他这粮食不光是余粮，还是特意准备的1袋，里面有一半是发了霉的余粮，被埋在中间看不出来。不论是谁来卖粮，都须得是5担的卖，1担粮食本官不收。听到这里，张顺立刻招呼身后的小厮，去库房里再装4袋，立刻运过来。装5袋，这1袋本官不收。秦风从后腰摸出来一个物件，是一个铁制的管子，也就是验粮器。他抬手把粮探子往袋子上一张，立刻有粮食进入了那个管子里，再抽出来，一眼就瞧见了那发霉的粮食。这种粮食你卖给本官？张大官人，你该不会是又想蒙骗本官吧？张顺听了一个哆嗦，连忙说道：这都是下人装的，我不知情。这次我叫他们再装的时候小心一些，绝不会有这种粮食进来了。半个时辰不到，重新运了5袋粮食过来了。秦风再次用粮探子检验了一番，这次的粮食质量没问题，就叫人把粮食给抬到库里去了。秦风没有先给钱，而是刷拿了一张纸写了张字据，然后才押上3000银子一并给了张顺。秦大人，你这就不对了，你应该给我1两半的银子，本地才给我1担粮的钱，你就不怕我到州府那里告你欺压百姓吗？欺压个屁！那张纸上写的什么？看清楚。今收到张大官人粮食5担，该付1两半银子，实付3000银子，剩余2款将于明年结清。县令秦风。这居然是一张欠条，后面签了秦风的名字，还画了押。如今粮价不过2000，本县又不是傻子，为何要以现银高价收粮？若是觉得不妥，就不要来卖粮了。果然有猫腻，我不卖了。大胆，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字据也签了，银子也给了，粮食也都已经入库了，你给一句不卖了？你是诚心向来消遣本官吗？再不关，本官叫人打你50大板。秦风突然横了起来，张顺不敢招惹，好在这次只损失了5担粮食。秦风，我就知道你想骗人，谁知道你明年给还是不给？
你当别人都傻会卖给你粮，你也就骗我这5担，再多了你1担都收不到。本县乃是宁海知县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说明年给就明年给，本县收粮全凭人品。还好我们聪明，如今在大家面前揭穿你的真面目，谁还会信任你？走吧，有到咱们面前跪下哭穷的时候。一众乡绅走了，但是事实却和他们想象的不太一样。附近的百姓都是去张家买粮食，然后卖给了县衙。得知消息后，胡来等人着急的不得了。咱们可要同气连枝，今年咱们谁也不能再开仓卖粮了，否则就让那秦风过关了。张大官人，要依我胡某的意思，粮食还是卖得好。今年不卖粮，明年新粮下来，粮食就会积压，粮价势必会降低。长远来看，只会赔钱。反倒是秦风收粮，给了咱们都卖粮的机会。我方才算了一下，他秦风得花4万多两银子，这么多银子几天功夫就能赚到手，哪怕是咱们几家均分，那也是4000多两呢。几个乡绅也都眼冒金光，纷纷点头同意胡来的说法。可是那秦风收5担，才给1担的钱，他若是明年耍赖不给剩下的，又当如何？张大官人糊涂，咱们又不是卖给秦风，而是卖给百姓。到明年他不给百姓们钱，还用得着我们收拾他吗？大官人所言不差，倒是我想偏，该赚的钱不能少赚。秦风要收粮食的事儿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快就全县都知道了。第4天，262500担粮食就收齐了。一觉醒来，成为了小小县令。此刻，登州府知府衙门内，一场针对秦风的阴谋正在酝酿。说话的人正是登州知府。大皇子放心，有下官在，保准叫那秦风翻不起什么浪花来。本宫不只是要你看着他，这秦风多管闲事该有什么下场？你应该心里明白，你身为知府，想想办法料理一下。大皇子在为秦风救了小皇子恼怒，他明面上虽然向皇帝请封秦风，但实际上可是在心里冤上了秦风。下官明白。不过大皇子，事实上这秦风无需料理，只需等上2、3个月就到了纳粮时候，到时候这秦风一定交不上。这边知府话音刚落，门外突然冲进来一个下人。报知府大人，宁海县知县秦风求见。他来作甚？莫非是请求减免粮税的？或许正是如此，你听到了吧？直接去把秦风赶回去，告诉他，若是秋收交不够粮税，就等着我写奏本告他无能吧。知府大人，大皇子殿下，这秦知县不是来请求减税的，他拉了几10辆大车，是来提前交粮税的。提前交粮税？知府惊了，饶是他堂堂知府也从未听说过交粮税还有提前交的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过去看看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知府连忙屁颠屁颠地跑出了衙门，直奔登州粮库。秦风早就在前头等候，看见穿着官服的人过来，立刻给了个扫描。金桃盐知府正4品，官威300。如今的秦风是个正5品，跟面前的知府比起来都还差了不少。之前知府派下来的狗腿子被秦风狠狠打了一顿，知府肯定给不了他好脸。我听手下人说你是来缴纳粮税的。启禀大人，正是如此。正还未秋收，你从哪儿弄的那么多粮食？该不会都是些质量奇差的陈年旧粮吧？知府脸上的肉突然一哆嗦，指着秦风大喝一声：“秦风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这可是交给朝廷的官粮，你担得起这份责任吗？”不愧是知府，什么都不查，直接靠猜的，猜完上来就是一个大帽子。不过这种咆哮的攻势早就在秦风的预料之中。启禀知府大人，本朝的税法只对税粮的质量有规定，却并未规定不能缴纳往年的陈粮。下官此次送来的税粮，保证每一袋都符合朝廷的标准。这么有把握？那倒是本府冤枉你了。你可敢叫我现场查验？自然是敢的。知府招呼手下去检查，没想到得到的回复却是全部合格。请知府大人安排梁官儿清点数量吧。下官还急着回宁海县处理别的事务。正当秦风等梁官儿清点数量时，知府招呼也不打一声，直接就离开了州库，走到拐角，知府大人绷着的脸立刻塌了下来。这可怎么跟皇子汇报？这秦风从哪儿弄来这么多粮食？知府想来想去，这么多的粮食，秦风只可能从乡绅的手里获得，可乡绅不是跟他闹翻了吗？于是招呼来一个下人，你且乔装成搬粮的苦力，去跟那知县带来的人打探打探，这些粮食这知县是怎么弄到的。是，属下遵命。半个小时后，下人急忙过来回复，都打听清楚了。打听清楚了，那秦风是花银子买的粮食，不过买粮食只用了3000买5担，另外写了1两2000银子的欠条。买粮的银子是抄了贾武的家搜出来的，贾师爷他已经死了。什么？贾武死了？这该死的秦风！贾武乃是本府老友的孩子，竟然就这么死在他手上了！可恶！知府咬了咬牙，把秦风给恨上了，恨不得立刻把秦风给做掉。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，知府大人立刻回到了知府衙门，把打探到的情况跟皇子解释了一遍。不过他隐去了秦风如何得到的银子那一环，因为秦风的银子是从贾武那里弄来的，贾武的银子和他脱不了关系，他得伪装成个清官才行。受够的，一个县的税粮要几万两银子，他一个小小的知县去哪儿弄那么多钱？
这下官就不清楚了，许是出身富贵族被积攒下来的，随随便便就花出这么多银子。你且给我好好查查这秦风，若是查出来他贪污受贿之事，直接问斩。谨遵大皇子命令。二人不经意间的话，叫旁边的太监突然想起了什么。太监犹豫走到大皇子跟前，压低了声音说道：“这秦风长得好像10年前。”皇子一开始听还没觉得怎么样，听到一半眉头也皱了起来，再听到后面猛然问道：“你是说？”他话没说完，但显然太监已经知道皇子的意思。二人说话不尽藏着遮着，叫知府在一旁听得云里雾里。知府大人，之前我说问斩秦风的事情先放一放，本宫要回去查问一些事情，少则10天半月，多则3、5年才可能会有结果。在此之前，你给我好好看住了这秦风，他要是没了命，我唯你是问。大皇子的命令既然都说得这么明白了，他也只好遵守了。等到皇子等人走了，知府当即找了2个得力手下过来。你二人过几日去宁海县，想办法混入县衙，日夜轮换，保护秦知县的安危。要是叫他死了，你们2个提头来见。一觉醒来，成为小县令。回到县衙之后，秦风找了2个猎户，陪着他走了附近的山头。赵毅，你去找几个像样的木匠，叫他们拿上带上行李，直接住到我这里来，找最好的木匠。赵毅不知道秦风这是要干什么，只要听命令就是了。2个时辰之后，3个木匠带着工具跟着赵毅回到了县衙。秦风把木匠们带到后院，安排了3个人住下，就关上了内院的门。1天过后，秦风自己出来了，带着赵毅进了大牢。秦大人，您可来了！这些犯人再不问斩，我们这大牢里的粮食都快叫他们给吃没了。秦风没有说话，直接走进了牢房。你们都是死囚，有没有想活命的？但凡能活，谁想去死，都想活命罢了。想活命可以，要是想活，我叫你们做什么，你们就得做什么。愿意的站到前面来吧。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都不吱声。原来都是榆木脑袋，给你们活命的机会都不珍惜。罢了罢了。秦风转身要走，牢里突然传出一个声音：“等等，我想活。”你想活？对，我想活。无论秦大人要我做什么，我都无怨言，只要给我吃饱饭。好，但是丑话说到前头，你要是敢耍花样，我保你比他们死得还快。牢头打开大门，进去把那人给提了出来。那个想活命的山匪刚被提出去，只见牢里的山匪骂道：“毛仲，哼，枉我还当你是兄弟！”带他走。2个狱卒一路把人提到了县衙，扔在了秦风房里。赵毅，去让厨子煮1大碗粥。赵毅听到后，很快端了1碗热气腾腾的粥回来了。刚把粥端给那人，那人就直接狼吞虎咽的喝起来。给他再来1碗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小人叫严厉。你是哪里的人啊？河南永州的人。你为什么不好好在家里生活，缘何出来做贼？若是能活得下去，谁愿做贼？只要有田种，能吃上饭，谁不愿意娶妻生子，家庭和睦？若是不做贼，不偷不抢，不拼命不害人，只怕也早就死了。你们的父母官，还有当地的富户，就没有人开仓放粮赈灾？河南那几年的事情，我也有耳闻，我可是记得，朝廷可是颁过赈灾令的。小人反正没见过，谁都不知道灾害要持续多久。那些达官贵人有粮食，自然会自己存起来，谁会管我们的死活？做样子罢了，天下无涯一般黑。我出来这么久了，就没见过一个清官。秦大人倒是小人见过的头一个，剿匪都冲在最前面的县令，身在其位，忠君爱国，为民请命，理所当然。那若是宁海县颗粒无收，秦大人会愿意开仓放粮？自然是愿意的，只不过愿意归愿意，要是真出现这事儿，我只怕也无所作为，因为我的一仓根本就没有粮食，所以我要做出改变才行。赵毅把做好的肉末粥往严厉面前一推，严厉拿起碗吃了起来。但是这一次他吃着的时候，已经在细细思考了。改变什么？一个小县令能有多么神通广大？他到底能改变什么？一觉醒来，成为小县令。此刻秦风打开房门，拿着一沓厚厚的图纸，他招了一下手，喊来了2个木匠，把纸交给面前的木匠。你们都看看，能看懂吗？大人，这2个小的看懂吗？但这边这些我看不懂。走到里面去，我跟你们好好说道说道。秦风和木匠们进了房间，此刻严厉在房间内望着窗外，嘴里念叨着：“这狗官究竟在搞什么鬼？神神秘秘的，弄这么多木匠做什么？”过一会儿，秦风出来了，径直走到了严厉房间跟前，打开门，看见严厉就在里面站着。这么早起来了，可休息好了？休息好了。秦大人要小人做什么，尽管安排吧。好，你跟我走吧。秦风也不带别人，拎着一把斧子，叫严厉跟在后头，一路出了城，上了山。秦风随便挑了一根看上去很壮实的树木，把斧子丢给严厉，砍吧。大人要我做的就是砍树嘛，不是其他的活嘛。不然呢？你还会干什么？少废话，赶紧砍吧。严厉看了眼那斧头，缓缓走到跟前，捏住了斧柄。此刻严厉心想，我在山城营地里跟兄弟们这么多年，自然是讲义气的，为了活命，不能给仇人做事。
严厉不再迟疑，飞快地跑到秦风面前，手中的斧子高高举起，用力劈下。狗官，拿命来！我要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。没有刀斧入肉的声音，却是一声脆响。只见秦风伸手抓住了严厉的手腕，叫他的斧子半点也落不下来。你一个山匪，以为我对你会没有防备？狗官，你刚刚都是装的，奸诈无耻小人，阿杂破烂！狗官，今日落在你手上，我严厉无话可说，要杀要怎么样，悉听尊便，动手吧。既然是悉听尊便，那就起来继续给老子砍树，抓紧时间，别墨迹。严厉愣了一下，随即抱起，又准备拿起斧子去劈秦风。你杀不了我，省省力，去砍树吧，给我干点活，有吃有住，何乐而不为？老子就是死，也不会给你这样的狗官干活。在动手之前，咱们先把话说清楚。你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山匪，凭什么骂我秦风是狗官？是你害了他们，你杀了我的兄弟，我要为他们报仇。你兄弟是山匪啊，我一个当官的为民请命，剿灭山匪，天经地义，这难道有错吗？你这样说不会遭天谴吗？再说了，倘若这天上要是有神仙，劈的肯定是你，不是我。你少在那吓我，我又不是被吓大的。你什么你？你一个山匪还觉得自己很正义吗？你们山匪烧杀抢掠，不比我该死啊！你别在那胡说八道。我告诉你，我们黑山寨的人虽然名义上是山匪，但我们从未欺侮过百姓。哦，不杀人，所以你们这些山匪就是正义的了。你可知道，你们每年从甲午那里拿到的银子是从何而来？那都是老百姓们的血汗钱，一点一滴攒下来的。在年的时候，他们需要那些积蓄去买粮才能活命。你们叫他们没了钱，让他们活活饿死，跟直接杀了他们又有什么分别？严厉又一次被秦风对得说不出话来，干脆提起斧头找了棵树闷头砍了起来。虽然你们作恶多端，但造成百姓疾苦的根源也不在你们区区几个山匪。此刻严厉心想，狗官这话什么意思？怎么还替他们开脱起来了？不行，不能听这些狗官的话，一句都不能听，一定有诡计。严厉嘴角勾了个不屑的表情，闷头继续挥动斧头砍着那棵树。你知道根源在哪儿吗？根源在生产力太低，粮食太少，没有足够的粮食。粮食少，朝廷年年收缴重税，乡绅地主也欺压百姓，是他们把粮食夺走了，把那些粮食收回来，一点都不少。朝廷征税那是为了养兵，一国若是没有军，定要受战乱之苦。乡绅地主他们抢占了许多粮食，这是事实。就拿我宁海县来说，宁海县的土地如今10%都归乡绅所有了，可这是朝廷规定的吗？我大周立国之时，早已把土地按照人头分给了耕种农民，只要求农民缴纳部分粮税。这土地原本是农户们自己说了算的，可最后为什么会变成如今的样子？是在年颗粒无收的时候，百姓们不够吃，不得不向乡绅借，乡绅索要高额利息，农民们还不起，只能用土地抵债。但是你这样想一下，如果在年百姓家里有存粮，就不会挨饿，就不必求助那些乡绅，那样土地依旧是自己的，只需要缴纳粮税。一个门户里面只要有一个劳力，就能养活3到5口人，轻轻松松。说得倒轻巧，像是你能替老百姓把的药回来一样。秦风听到严厉说了这话，心里很是高兴，因为他知道严厉已经被自己说服了，只要这严厉愿意帮忙的话，就一切都好说。虽说我内心是非常希望能替农民把土地要回来，可这些乡绅们跟农民之间借贷关系也不违反大周律例，既然合法，我又有何理由去替他们索要？那你说这些有什么用？你又不能把土地要回来，你不相当于没说吗？我虽然不能朝那些乡绅索要土地，但是我有别的法子啊。虽说帮不了天下百姓，却能叫我宁海县的农民们1年的功夫就走出困境。而且这法子有了，只要人肯学，别的州县也都可以效仿，应用得当，天下农民便都能过上好日子，这何乐而不为呢？一觉醒来，成为小小县令。此刻严厉跟秦风正在山上交谈着，严厉不明白秦风想要改变什么。严厉，你信不信我？我有好的办法能提高田地里的亩产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我倒要看看你有多么厉害。我的办法分2步走，第一步，先提高当前田地的亩产；第二步，就是叫老百姓摆脱那些乡绅的束缚。土地是乡绅的不假，但只要身上不背着乡绅的债务，就没有必要替他们耕种，种多少的都是自己的。如此一来，百姓自然可以富足。秦大人，我们黑山寨来到这也有年头了，就拿你们这宁海县来说，适合耕种的土地就那么一点，再往外全都是山头。我倒想问问，秦大人不叫农民们耕种地主的地，叫他们种什么的？去天上种吗？只见秦风呵呵一笑，连连摇头。不，天上肯定是去不了地，但可以来山上种地啊。本官打算未来2年把这片山开垦成地。听见这话的严厉狂笑不止。你要挖山？哈哈哈哈哈！秦大人，你太异想天开了。秦大人说要提高亩产，更是闻所未闻的事情。自古1亩地产多少粮食，那都是有定数的。
只见严厉一句一句数落着秦风，但是秦风也不生气，于是笑眯眯地走到严厉跟前，继续说道：严厉，本官说出来的事就一定能做到，你若不相信，咱们不妨打个赌，咱们就赌3个月，3个月之内，本官叫你亲眼看到亩产提高，我做到了算你输，做不到就算你赢。那输赢有什么说法？你能有多大能耐啊？若3月之后本官输了，就赦你和你牢里的兄弟都无罪，立刻释放你们，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，本官绝不阻拦，还为你们写好赦免凭证。但本官若是赢了，你和你的那些弟兄就得助我完成我的计，怎么样呢？道，我跟你赌，希望秦大人你说话算话。这是提前写给你们的赦免文书，先交给你，这样你就不用担心3个月之后本官输了赖账了。那100两银子就当是给你们离开时候用的盘缠。看见这些东西的严厉怔住了，这秦风居然给他这么重要的东西。秦大人如此大方，就不怕我一个人偷偷跑了？听见这话的秦风笑了一下，他知道严厉是什么样的人，他明白严厉不会这样做。严厉，你为了给兄弟报仇，宁肯被他们当成叛徒，这么讲义气的人会抛下他们自己走，我一点也不担心。不过你也别多想了，这只是给你的定心丸，3个月之后除了那100两银子，本官就要收回来了，因为本官不会输，也不可能输。此刻严厉正一个人拖着一棵树回县衙，不少人都看见了。当天下午，木匠们就把秦力拉回来那棵树给用了，弄出来7、8个大木桶。秦风把严厉还有衙役全都叫到跟前，你们都给我听好，本官现在要你们把这些尿和熟石膏还有清水混在一起，搅拌均匀，把桶的盖子给我封好，不许任何人打开，这里面的东西本官有大用。第二天，秦风带着严厉来到了田边，去到了那个贫瘠的土地。那秦大人岂不是输定了？这地方如此贫瘠，庄稼都快死了，3月之后收获季节，恐怕要颗粒无收。本官说能赢你就一定能赢你，只要你按我说的做。那我要是不按你说的做呢？为了让我和兄弟们离开，我故意给你种茶不就行了？哦，是吗？你真就不想看看按照本官的指示会不会有奇迹发生？信任是一切的基础，严厉，本官相信你不会给我搞什么幺蛾子的。走吧，今天就开始干活。只见秦风袖子一闪，当先往田里走去。今后你就每天照料着田地就行了，中午会有衙役给你送饭，早晚也饿不着你。这几天你多弄点水回来浇地，另外看见杂草就拔掉，第10天我再过来，别叫我看见杂草。秦大人放心，我严厉之前说逃只是玩笑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既然答应下来要跟你赌，就肯定会认认真真的跟你赌。这片田3个月之内，我都会按你的要求打理，但3月之后，希望秦大人也能遵照赌约行事。我们一言为定，我说话算话。秦风说完，当真背着手走了。就这样过了10天，这天早上，严厉扛着农具去田里，被秦风叫住。他指着这封了10天的桶，把这2桶提到田里，浇到地里。本官要提高亩产，靠的就是它。靠它？秦大人觉得这可以让粮食增产？你在开什么玩笑？少废话，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怎么那么多事？我照做就是。不过如此看来，这赌约赢家定会是我严厉了。秦大人，3月之后你可不要反悔，你若毁约，我严厉必将以死相拼。一觉醒来，成为了小县令。终于3个月过去了，和严厉兑现赌约就在今天。此刻严厉正一斗一斗的量着这些粮食。我的天，这才1半就300斤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是啊，秦大人田里的庄稼明明比咱们种的还少。终于粮食一斗一斗的量完了，总共655斤。秦大人，您这地究竟是怎么种的？秦大人，教教我懂吧？若是1亩地能产600斤粮，我等便是3年也不用挨饿了。百姓们一片央求的声音，严厉看着这结果，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秦大人，我是真的服了，想不到秦大人的手段竟然如此奏效。愿赌服输，秦大人需要我的兄弟们做什么？尽管告诉小人，小人就是拼上这舌头不要了，也要说动他们，为秦大人帮工3年。好，咱们的事情晚点再说。诸位父老乡亲，本官这3个月本就是为了拿这片田地做个事业，做个示范。即日本官会在衙门设一个学堂，专门教授此道。诸位乡亲可以每几户人家选一个灵巧的过来听课，再由他们回去教授给每一个人。明年再播种，就按秦某这方法来，如此明年便可家家吃饱，往后年年有余。百姓们一听，秦大人不藏私，要交给众人，还是免费的，一个个都感动哭了。就这样，秦风的化肥学堂很快就开设了。他亲自当老师，只用了3轮讲授，就将这是化肥的制作方法，还有农作物种植密度合理，反而能促进粮食高产的理论，扩散到了整个宁海县。秦风可不满足于一块试验田，他的第2步计划才是迫切要做的正儿八经的事上。此刻在县衙里，严厉对秦风说道：“秦大人，说服昔日的兄弟，严厉必将全力而为。但请秦大人给我一把刀，叫我带着刀进去和他们说话。”你要刀做什么？
这么多日子，难道你还信不过秦大人不成？秦某人向来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给他一把刀，他也翻不起什么风浪来。赵义，把刀给他吧。说完，秦风转向严厉：“我不知你要用何种办法，但我都依你，只要你能把一票兄弟全都劝说过来。之前的赌约，我与你严厉约定好了，叫你们兄弟给我干2年的活。本县如今也是用人之际，你那几10个弟兄，只要好好跟我干上2年，2年之后，我便赦免尔等的罪过。”严厉激动地抓住了秦风的胳膊：“大人放心，严厉此去必要把兄弟们全都劝说回头，一日劝不回头，我严厉就一日不出来。希望大人您说话算话。”赵毅按照秦风的要求，把严厉带到了宁海县大牢，将自己的佩刀给了严厉，叫牢头打开了牢门，将他放了进去。此刻在牢里，严厉正被同伴嘲讽：“该死的叛徒，到底是被那秦风利用完了，又送回来了吧？”山匪们你一言我一语地骂着严厉，严厉环视一眼众人，往前走了一步，山匪们就齐刷刷往后退了一步，严厉干脆不往前走了，把刀往前面一扔：“弟兄们，我原本打算忍辱负重，出去找机会刺死那秦风，可惜失败了。3个月，你既然能弄得到刀，如何没有机会刺杀秦风？今日过来就是为跟兄弟们说话，等严厉说完，兄弟们若是觉得我严厉该死，就用这把刀砍死我便是。”山匪们不作声，目光瞟了眼那把刀。严厉见状，便直接开始了这3月生活的讲述。20分钟以后，严厉终于说完了。今日严厉不是被投进这牢房的，而是因为输了赌约，愿赌服输，进来劝说兄弟们跟我一起给秦大人干活的。秦大人赢了，赢得严厉我无话可说。严厉说着，从怀里掏出来一叠纸，拉开来摊在众人面前。那是秦风和他赌约约定之时写下的免罪文书和100两银子，秦风还没收回去。兄弟们，不信的可以来看看这个。秦大人和我对赌的时候，为了叫我信任，先给了我这文书和银子。他说了，只要我赢了，可以直接带着兄弟们离开。听到严厉这么说，其中一个秀才忍不住从后面挤了出来，他从严厉手中把那叠文书给接了过去，仔细查阅了一遍，还真是赦免文书，这白纸黑字写的分明。你看，这一张张上面都有你我的名字。秦大人没有让任何人盯着，就给了我100两。若我严厉不是想着兄弟们，我早就拿着钱跑了。说着，严厉把刀从自己身前使劲往前一推，山匪们惊讶万分，一觉醒来成为了小小县令。此刻在牢房中，一个最高大的山匪上前捡起了那把刀，抽出来看了看，是把快刀。严厉，你可知道，单凭手里这刀，取你狗命也易如反掌。高哥天赋异禀，又是使刀的好手，我自然知道。哈，那你若想活命，就老实告诉我，秦风那狗官此刻有没有安排大军在外？秦大人这些日子都忙着田间的事情，哪里有功夫去军营借兵？此刻外面莫说士兵，就是衙役也都忙着帮秦大人干活。此话当真？你没骗人？当真，这千真万确。呵，那我等假意同意他的要求，此时出去直接逃离宁海县，岂不是更好？高大山匪此话一出，众人全都点头。若是秦风想要对付你们，更是大可不必。他若是个贪官，直接下令把咱们一刀砍了，把这些粮食卖了，岂不是更好？片刻后，那山匪收刀入鞘，把刀扔还给了严厉。我不杀你，是因为心里还把你当兄弟。你这么给秦风作保，要是2年之后那秦风灭挂，我杀不了秦风，也要先杀了你。你可听清楚了？高大山匪怒视严厉，严厉立刻拍打着胸脯：我严厉何尝不把诸位当兄弟？我既然敢今日把性命交托给兄弟们，2年之后也是一样。我给秦风作保，若是他变卦，不用兄弟们动手，我严厉自会了结这条性命。旁人的决定我管不着，我就信你一回。左右不过2年的时间。一会儿的功夫，整个牢里所有人都表示愿意，只有一个人迟迟未表态，全都把目光投向他。只见那是一个秀才，那秀才看了眼严厉，一屁股蹲在地上。你先告诉我，那秦风用了什么妙法，能叫1亩地产了600多斤粮食？秦风是不是还往庙里面加了什么东西？这加进去的东西，怕是加了玉火石。是，但也不全是。秦大人叫玉火石为石膏，加进去之前，先用火烧过。我先不走，就在这牢里等着。你把方才你我的对话说给那秦风听，他要是愿意，我能给他出谋划策，一样是帮他的忙。他若是不愿意，还是叫我死在这牢里好了。你只管去。严厉只好点头，带着其他已经同意的兄弟先出去。回到县衙后，严厉把这话告诉了秦风。秦风带着严厉拿了块肉，装好盘，提了坛酒，去了牢房。此刻在牢房里，秦风把酒肉放在了那秀才面前。秦风做了个请的姿势，那秀才也不客气，直接拿手揪了块肉填进嘴里。你的要求，严厉都说与我听了，本官也是用人之计，希望有人能在身边出谋划策。不过你须得先告诉本官，如何得知本官的肥料配方的。秦大人指帅，那小人也不绕弯子了，
即使此事乃是小人无意间试验出来的，可惜研究未果，就被秦大人给搅了。秦风连连点头，这的确是个聪明人。好好好，万昆明，你的条件本县可以答应，本县不需要你出苦力。若你真能对本县的计划有注意，本县2年之后不但能免了你的罪，还可以考虑聘你做师爷。万昆明眼前一亮，当即站起身来。如此，小人先谢过秦大人的赏识，今后2年，小人会在秦大人身边竭尽所能提供帮助。至于2年之后，还望大人能遵守诺言。若是我等想走，大人切勿强留。那是自然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从牢房出来后，秦风给万昆明和那些土匪们安排了住宿，他把他们安置在一个乡绅不要的住宅里。就这样，这些土匪们的住宿问题就解决了。此刻在土匪的住宅里，秦风在对土匪们说：“我知道大家对我秦风肯定是有意见的，这不要紧，本官不要求你们以后对我如何，只要你们能按照严厉的话做事，也就成了。”至于秀才万昆明，秦风自然有他的安排。他拉住秀才万昆明：“先生就不必与他们同住了，本官对你另有安排。”好，小人任由秦大人安排。就这样，万昆明跟秦风回到了衙门。此刻在秦风的房间里，万先生，本官这2年有做一件大事，把宁海县境内附近的山头全都垦成良田。大人，您这就异想天开了。那愚公移山也要世世代代移开2座山，咱们宁海县周边何止2座山峰？哎，搬山做什么？直接从山上开垦就好。来来来，说着，秦风从房间的箱子里拿出一个图纸来，铺展在桌子上。秦风淡淡一笑，万昆明看完后拍手称赞：“秦大人，这是你想出来的，妙啊！秦大人，此法甚好。好，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2年过后，功过相抵，我自会免了你们所有罪责，保你们平安喜乐，过上普通老百姓的日子。本官胸中藏有无数奇思妙想，日后我自会教你见识，什么叫做足智多谋。”一觉醒来，成为小小县令。此刻在万昆明的房间里，他拿着秦风给他的图纸，开始研究了起来。他把宁海县周边的山头，那些比较适合开垦梯田先规划了出来。第2天，他跟秦密把所有的山匪们都喊了出来。万昆明把秦风的计划和承诺全都复述了一遍，用自己的话语努力让所有人都听得懂。这期间还加上了自己的感情，描绘了未来的美好生活是什么样子。山匪们在严厉和万昆明的鼓动下，干活十分卖力。入冬之前，已经有一个山头一侧被开垦出来了，梯田已经出去雏形，明年开春便可正式应用起来。冬天土地僵硬，不太好开荒了。秦风就命令山匪们停下，转而给他们安排了另外的活，专门伐木。此刻在山上，几个山匪把斧子放在一旁，聚在一起，一边啃着干粮，一边闲聊天。你们说，咱们县太爷让砍这么多的树干什么？许是为了明年更好的垦荒吗？不过这么多的木头弄回去，怎么堆木头的空场不见增多呢？这木头都哪儿去了？突然，一个山匪说道：“我听严厉说，秦大人在县衙里养了一群木匠，不知道在捣鼓什么。我看他是想用这些木头盖房。再好的官也有私心，那不行。要真是盖房用的，老子可不想那么卖力气。”这话刚说完，突然旁边传来一个声音：“不卖力气，难不成你们还想回去当山匪不成？秦大人此人绝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，这些木料的确是木匠在用。现在都不要废话，老老实实的该砍树砍树。我万昆明愿为秦大人作保。”几个山匪一听，立刻耷拉下了脑袋。万先生息怒，我等只是想不明白，这些木头平白无故都去哪儿了，所以才……秦大人满腹妙法，连我万昆明都佩服不已，岂是你们几个山匪能理解的？你们以后不用想那么多。我只告诉你们，秦大人要用这些木头，明年给这梯田浇水，你们就等着瞧吧。万昆明说又不收钱，还打了个哑谜，转身离去了。春暖花开，冰雪消融，可秦风停了他们砍树的活，也没有叫他们去开山。此刻在田间，秦风对山匪们说道：“今日开始，烦请诸位开挖一条水渠，具体的挖成什么样子，本官已经告诉万先生了，你们一切听从万先生指挥。”大人，这水渠只能挖到山脚下，挖到山顶它没有用啊！你是不是说错了？不会是大年夜就喝多了吧？还没醒呢吧？秦风也笑了，挑了挑眉毛：“本官还真就想让水往高处流，你们按照本官的要求挖便是了。等你们水渠挖成，我自叫你们亲眼见识。”1个月的时间，水渠挖成了，山顶还挖了一个不深不浅蓄水的池子。此刻在衙门里，万昆明喊来了土匪们，对他们说：“走吧，跟我去抬东西。”几个山匪跟在了后头，打开里面院子的门。众人看见院子里摆了一地的东西，眼前的东西是一个又一个奇形怪状的木头制品。秦风就站在院子里，见山匪们到了，对他们说：“来来来，装车，把这些统统运到山脚下。”众人很快就把所有的东西都装在了车上，运到了山脚。卸下车来，秦风开始指挥着众人组装。此刻在山脚上，秦风看着组装好的水车，满意的笑了：“传令下去，放水。”
马上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只见水车开始运作起来，这只是第一步。本官希望你们能在2年之内把周围土质适合、能改造的地方全都做成梯田，就以此为模板。而这一块，若是你们留下，就是你们的田地了。秦大人放心，我们日后一定日夜赶工，说什么也要在2年之内完成大人的心愿。山地开垦的事，秦风算是做出了个例子来。此刻在衙门里，孙大宝，本官现在命你带上3人，前往南方购置优良的蔬菜瓜果种子，还有水稻的秧苗，务必要在今年播种之前回来。这是给你的银子。大人放心，属下一定完成任务。第2天，孙大宝带上衙役，赶着马车上路。